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今天用南瓜教你一道新做法，不炒、不煮、不油炸，做法简单新颖，上桌全家都爱吃，一下子就抢光了。一起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准备一块南瓜，我们将南瓜皮去掉。想要做一款好吃的南瓜美食，在挑选南瓜上就要下功夫了。挑选南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熟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瓜要老，这样的南瓜营养才全，所含物质才丰富。南瓜越老，它里面所含的水分呢也就越少，含糖量大，筋少，口感就越敦实厚重，越好吃。去了皮呢，我们将它对半切开，然后把里边的南瓜籽给去掉。这种老南瓜籽炒出来特别香，比葵花籽呢好吃多了，所以大家呢可以洗净晒干，积少成多。现在呢，我们将处理好的南瓜清洗干净，洗干净，控干水分，我们来到菜板上，把南瓜切成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容易熟，节省时间。老话常说春吃芽夏吃瓜，意思就是说多吃应季菜。其实老一辈说的话呢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在炎热的夏季可以多吃一些清爽可口的瓜，补充营养，身体好，越吃越健康。切好的南瓜片呢装入盘中，然后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上气以后呢再蒸10分钟，把南瓜蒸至软烂。这个时间我们准备几颗红枣，加入清水，再加入少许的面粉，我们将红枣搓洗干净。红枣表面凹凸不平，并且呢是皱皱巴巴的，特别容易藏污纳垢，所以清洗时呢只加清水呢还不如不洗呢。最好是利用面粉的吸附力把脏东西吸附下来，然后呢再换水漂洗。用这个方法来清洗，尤其是表面这些褶皱里面呢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被清洗干净，这样红枣呢就十分干净卫生啦。控水捞出，我们来到菜板上，我们将红枣切成小块，去掉枣核。红枣里面的营养物质呢是非常丰富的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及矿物质、蛋白质和氨基酸，日食3枣对身体很好哦。切好的红枣我们装入盘中备用。这会儿呢，我们的南瓜片呢也已经蒸好了，蒸去用筷子搓一搓，十分软烂呢就可以了。现在出锅，倒入大碗中，趁热我们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白糖。因为南瓜本身呢就有糖分，所以在加入白糖的时候呢，这个因素呢一定要考虑到，适量添加。我们将白糖搅拌，同时呢将南瓜捣碎，捣成那种细细的南瓜泥。捣的时候呢要有耐心，要把所有的南瓜完全捣碎才行，这样口感呢才更绵密。好了，这会儿南瓜温热的时候呢，我们往里边呢加入3克的酵母粉，继续搅拌，把酵母搅拌溶解开。南瓜刚出锅，太热的时候呢是不可以加入酵母粉的，因为酵母粉中的酵母菌的蛋白质在高温下发生了变质，失去生物活性，无法起到发面的作用哦。好啦，现在我们一边搅拌一边往里边呢加入面粉，每一次加入之后呢都要用筷子将面粉搅散，直到我们盆子里面看不到干面粉的时候，再一次往里面呢加入面粉，这样比较容易掌握其中的含水量。因为这里加面粉的量呢也是没有定量的，都是根据南瓜多少的实际情况呢来加。过程中如果操作失误导致太干的话，也是可以加入少许的温水拯救一下的。最后搅拌出来的面糊是这个样子的，没有任何的干面粉的状态，特别的粘稠，特别细腻的这种面糊状，用筷子提起来不易断，有一点呢像老酸奶的状态，
现在盖上盖子，放在一边呢，先发至2倍大。放在温暖的地方会发酵得更快哦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来看看。哇，满是气泡，也变大了许多。现在呢，我们用筷子搅面进行排气，用筷子沿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拌，持续呢2-3分钟最好。搅拌的时间越久，做出来的成品越好吃，就和揉面排气呢一个道理，多揉一会儿就越蓬松柔软，气孔组织也均匀，吃起来口感呢也更好。之后搅打出来是这种用筷子把它提起来不容易断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放在一边。这会儿呢，我们准备几个小碗，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然后呢准备一把刷子，在碗里面的每个面都均匀的涂上一层食用油，这样方便后期脱模，而且加入少许的食用油也会更加的松软好吃。然后南瓜糊倒进去，切记不要倒得太满了，大概倒到6-7分满这个样子就可以。因为这个时候的面糊还没有完全发起来，在后期蒸的过程中，面糊还会发酵膨大的。接着找一只好看的勺子，将表面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呢依次将红枣摆放在表面，自己觉得怎么好看怎么摆，摆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可以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好了，漂亮吧？现在水开放入蒸锅中，不需要2次发酵。上气以后呢，直接蒸20分钟。时间已经到了，现在我们来关火。不过不要着急打开盖子，让它在关火的状态下在里面呢焖上5分钟。等锅里面的气压稳定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来揭开锅盖，这样可以防止它出现塌陷的情况。哇，满满的南瓜的香气瞬间扑鼻而来，太好闻了。这时如果不确定熟没熟的朋友，我们用一支牙签搓一搓，如果取出来里面没有吸面粉的，就说明熟透了，可以出锅啦。等它冷却不烫手呢，就可以脱模啦。哇，看起来太好看了，是不是？像蛋糕一样的松软，还金黄金黄的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用手轻轻的触碰，就明显感觉非常的蓬松柔软。我们扒开来看看内部组织，哇，发的也太好了吧，非常的蓬松柔软，很细腻，内部组织气孔呢也非常的均匀，看起来比蛋糕还显软呢。轻轻的按压一下，迅速回弹，看起来就好吃。南瓜这样做既营养又健康，还特别好吃，尤其家里面老小呢最喜欢吃了，既可以当做点心，还可以用来当做早餐。按照我的步骤一步步来，你也可以一次成功哦。好了，今天的方法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完觉得有食欲，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。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